把耳朵捡起来，把耳朵捡起来！注意看，黑人拳王竟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让方便打，而他却只能弯着腰弓着被寻找自己掉了一地的尊严与脸面。究竟发生了什么，竟让一向好脾气、温文尔雅的方便如此暴怒地对着老外往死里打？这是死神方面职业生涯中极为罕见的发飙名场面。而究其原因，却是因为嚣张老外自作孽不可活，竟当着众多媒体的面质疑死神方便的连胜战绩有造假嫌疑。方便纵横拳坛这么多年，能取得如此耀眼的成绩，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像这种质疑中国功夫出来刷存在感的方便，一年就能打伤打残3、5个，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来看一下方便是如何用拳头将老外给打废的。红色短裤是中国选手死神方便，黑色短裤则是伊朗拳王米哈德。也不知道这米哈德是哪来的胆子，竟敢公开质疑死神方便的连胜战绩。难道他是真的不知道方便在中国拳坛有多高的荣誉与地位吗？更何况方便之前的对手还都是国际拳坛1等1的实力悍将，如果就连世界泰拳第1的西蒙马库斯都能被称为小怪，那方便专打2流选手的罪名也只能心甘情愿地认了。反观米哈德敢跑来中国打比赛，那除了雄心豹子胆之外，就是因为他真有2把刷子。作为伊朗拳坛数1数2的搏击天才，米哈赛也算得上是一个勇气与实力并存的顶尖悍将，有着深厚的散打的基础。是，然后是2010年退役打自由搏击，现在创造了49场不败的神话。我可以看到有明显的散打运动员的这种影子啊，快进快出，速度非常快。他这个移动非常灵活，对，大范围的这种移动是不会轻易给你打阵地战的，只要抓住机会要 KO 对手。上一个质疑死神方便连胜战绩的嚣张老外，足足在医院里躺了3个月，才彻底走出阴影。要知道，方便不仅代表着传统散打的最高水平，还代表着中国搏击的整体实力。而米哈德不相信方便，那就是不相信中国功夫和中国实力。对于这类选手，方便也是从不手下留情的招呼对手。既然这家伙敢跑来中国踢馆，那岂能让他完好无损的回去？此时别看米哈德虎视眈眈地盯着方便的内围，想要做动作，但实则却根本没有一丝能够得逞的机会。对，哦，加这又西撞，这是他下潜吗？像这种下潜，你还可以什么提高跟上头，对，你一下我一上，正好撞到一起，刚好撞到一起，有一个急的动作，力量更大。一知道下潜之后，他怕你的拳法就要下潜嘛。是，漂亮，后手中拳，后手中拳，这个后手中拳非常的突然，对，这要被强夺了。这才只是第1回合，哈米德的护齿就已经被打飞了。那要是撑到回合结束，方便不得把他的脑袋也给打飞喽。先不说这老外的实力到底如何，就这份勇气就能甩其他选手10条街，敢质疑死神方便并且登上擂台亲身体会的选手，可能1只手都能数得过来。不甘心的哈米德居然还敢坚持继续比赛。虽然击败死神方便确实能一夜成名，获得滔天的荣誉与富贵，但在这份冒险精神下，也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才行，别到最后没有寻到宝藏就算了，还把命给丢了。那是方便一个招牌动作，下边也他一直大范围的移动，是又向下潜棒摔，对，上勾，又来了，真的是一位典型打 MMA 的，对，真的是一位摔跤选手啊。比赛来到第2回合，哈米德的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依然非常强烈，但可千万别被他这跃跃欲试的样子给骗了。实际如果真的到了方便的内围，可能还没出拳就已经被吓破胆了。看他这低着头靠在围绳的样子，就知道已经被彻底打怕了。也不知道他这护齿是因为松动还是故意而为之，不然刚刚方便绝对会乘胜追击，直接将他送入梦乡。但也不得不说，简单的小聪明终于让哈米德有了短暂的休息时间。不过虽然这家伙已经沦为了移动的人肉沙袋，他也依然非常顽强的不肯主动投降放弃比赛，就这份不抛弃不放弃的体育精神确实值得称赞。太放松了啊，太放松了，觉得这个因为这个哈米德从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有效的这种打击的这种动作啊，没有造成跟方便造成这样的任何的威胁。双方实力差距太大了，毕竟方便在目前世
世界这个80公斤排名目前排在第7位。对，前期的选手，而他一点名气都没有，是双方就不是一个等量级的。所以在这场比赛里面，就是根本打不进去这个哈密德。是，你就看哈密德的出拳就没有力量，从力量到路线啊，方便只要抓住机会，那绝对会用连续的组合拳招呼到对手的头上。反观哈密德，虽然勇气可嘉，但挨到的打却一点都不会少。而在他步入自由搏击以前，也打了几场 MMA 综合格斗，所以此时即使到了自由搏击的擂台上，他也很难改掉之前的习惯。面对方便施展的猛打猛冲，居然妄想通过下潜抱摔来进行躲避，一直被牵着鼻子走的哈密德，基本上没有任何获胜的可能。如果不是因为他的抗击打能力比较强，那就算给他10条命，也根本撑不到第2回合。不过既然比赛还没有结束，那属于他的噩梦就远远没有结束。教练来了。我们今天从这个伊朗的哈密德身上看不到伊朗选手的拳腿这种力量，看不出来了。是伊朗运动员是很有典型的特点的，尤其那些伊朗运动员在泰国训练的那些选手，像伊萨啊，包括我们今天打70公斤那个冠军的第3局啊。对，我们看一下方便能不能给我们带来一个 KO 的惊喜。方便49连胜的战绩，如果能造假，那中国就会有千万个死神方便。但他之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全是因为自身雄厚的散打功底在支撑着。只能说，哈密德有这样的结局，完全是自作孽不可活。想要分中国搏击市场这块大蛋糕，也要找准赛道才行啊！一上来就挑战散打界的扛把子，妄想一战成名，那不明摆着是做白日梦吗？对付这种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的角色，就已经用拳头将他彻底打服。而此时方便施展的游走战术，基本上已经掌握了比赛的节奏，主动一些，进攻一些，结果发现对方的这个方面的撤离速度比他的进攻更快。现在方面他一直想用后手拳的点杀重击你KO 对手，哪那么容易？不容易，因为对方的抗压力很强的。他怎么没有？这是一个很低级的一个错误啊！裁判开始，他好像没有进入到这种战斗状态里面去。对，裁判已经说开始了，还没进入战斗状态。是。从比赛开始到现在，方便打出的拳头没有100也得有80，但每一次哈密德都能完好无损的坚持继续比赛，方便的拳头都已经打累了，但哈密德却一次都没有倒下去过。就这抗击打能力，恐怕就连武僧义龙的金钟罩铁布衫来了也得喊一声老大哥。甚至就算是日本鼎鼎有名的抗揍达人，在哈密德面前也都是一个小虾米。如果他不能在最后的时间将方便重拳 KO， 那他今天基本上是必输无疑了。然而这家伙本来施展的动作就寥寥无几，还想碰到死神方便，那简直难于登天。然后蹬，太挑逗这个方面的，哎，我还想还一个转身后蹬啊！方便每动一下，对方都要站立一下，是，因为生怕对方这护齿第3次被打掉了，护齿第3次被打掉，这已经是哈密德第3次吐掉护齿了。好在这场比赛不是特别的正规，不然就他这种无赖行为，早就已经被终身禁赛了。打不过你就赶紧投降回家吃饭，一而再再而三的吐护齿和下潜抱摔，这算怎么一回事？如果不是因为方便脾气好不想给小黑子留下把柄，那米哈德怎么可能撑到第3回合？就这脸皮和头脑，恐怕让他以1敌2也能轻松应对。方便遇到这么一个糟心的家伙，实在是太倒霉了，甩又甩不掉，打又不让打，简直比老太太的假牙还要粘人。现在这种飞膝是也练出来了，不是二踢脚一起来了，是打得很轻松很自如。对，多样化啊，多样化，击打动作很多。我们比赛结束了。对，没悬念，没有任何悬念。双方最终方便成功，以大比分优势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觉得死神方便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